你们好哦，记得选好牌，记得去下面留言，把你们的号码留下来，做强烈的连接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表白心意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我做了一个左右的分野哈，有2种不同的能量的发散，或是从中间选择稳定的能量。那后面的塔罗牌我会每张巨细靡遗的讲哈，每一张牌我都会讲，希望你能够习惯这一次现在的这个方式哈。如果你听到最后的话，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以及祝福你。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你们好哈。那我们从1号牌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对你表白心意哈，所以我们的牌会全部都尽可能的专注在去寻找他那个位置的讯息。所以我们从这些牌里面看到了其中一个它本质上的一个能量的结构了哈，就是它是那种一旦走入一段感情之前，在走入感情之前他有可能会先退后2步，不是因为他很胆小而是因为他习惯用一个很好的距离、很安全的距离去确定他的心情或者感受上的一个真实性了。所以，当他感受到你的能量、你的气场的时候，那种像下雨天之后青草般的那种清晰感，会混杂着某一些的似有似无的熟悉感，这是他对爱情的感觉。当下他会知道说，有些人不是他主动靠近的，而是冥冥之中被吸引的。他对这一种内在的直觉非常明确，所以他不会很快就表达出来。记得这一个距离，他需要确定某些关系上的事实了。所以这个人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静静的观察静静的把自己的情感收起来。那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他这些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方向、什么样子安全感，还有什么样子的一种扎实的本质所以我们从第1张牌这个牌位我们看到的是指引性跟方向的牌位，出现了逆位的月亮牌然后它的分支有逆向宝剑啊、逆向圣杯跟宝剑七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所以在月亮牌的逆位其实原本的迷雾是散去的了。那对他来讲，这场迷雾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在情感里面经历过太多自以为是的幻影。他曾经相信某些感情是真的，但最后却只是自己的投射以前的他以为某些眼神是关心，结果只是对他的礼貌；有些对他的靠近他以为是双向的结果他发现只是他一个人在努力这是他之前的经验。所以当他这次在看到你的时候，其实他本能上的就退后了啦。我从这牌看到一些他不想再误判一些事情他想要确认，他想确认说这一次是不是可以跟之前不太一样所以在逆向的宝剑师又提醒他说，他其实在面对感情之前是难以放松的。也在同时告诉自己说要比以前再更慢下来但是他很难否认的是，他其实内心是很着急的。认识你之后我想在很多的夜晚里，他常常在想说，他是不是应该就这样冲一下，放手一搏但隔天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又会装作若无其事的跟你假装擦肩而过啊，保持一个距离好，因为我在感受一下这个距离的感觉其实他还是有些挣扎啦，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靠近，可是他目前不知道是目前还是以现在来说他心境上，因为我们现在的排位这个位置是在讲他心境的一个方向感所以我觉得他在保持某种距离，对他来讲是一种不确定感的表现啦。所以到了逆向的圣杯9的时候，这里代表的是他内心深藏的某一种空虚跟虚无了其实这边有暗示一个他的生活表现他的生活表现给人感觉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而且稳定的，好像有蛮多收获的，有很多令人羡慕的条件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无法填满他内心有一种很想被理解的那一块。然后你的出现各种表现各方面刚好让他有一种他开始动摇了有一种他的内在的温度的调频有一点点受到一些混乱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宝剑7号在这时出现的时候，展现了他内心的某种谨慎跟防备，他不敢太快的展露
对你的情谊，因为他太清楚，一旦他说出来了，就不再是可以控制的距离，而是需要奔向整个未知的一个大跳跃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对他来说，你在他的视野里，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欣赏的对象，而是一种越靠近就越会改变他命运的一种存在了。这是指引星的这4张牌给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当下我们所采的这个土壤，我们所采的这个乐土里面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星星牌，而且是正向的。然后其他分支有圣杯2、金币8，然后再加上我给了2张神谕卡，代表了耐心跟承诺。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在这里当下的命运的一种未来趋势的一个能量的启示，是在讲说，其实在这之间，在静默之间，它的安静静默之间，已经在慢慢开出了某些水能量的花，某些希望的花在这里。星星牌的出现是一种，他已经开始相信希望的讯息，他不会再只是怀疑，他会开始慢慢的筑起一个桥。原来从这里看得出来，你们之间的那个搭桥人是他自己。他搭了那个桥，然后再往你的位置慢慢的走向去，慢慢的连向你。就是说，这个桥还在慢慢一步一步往你的方向搭过去，可能头尾还没有搭起来，他已经慢慢的搭过去了。可是我从这星星牌所到的一个时间轴的概念上面来说的话，发现桥好像搭好了，因为它停在一种还不敢走过去的状态，然后这里有一种上桥了又回头，上桥了又回头的一个状态。他会在这个桥上前前后后的行走，一直在准备很多很多东西，很多事情。直觉上是可以完全看得出来，这一切都准备都是为了要在你面前展现给你，出现在你面前说他的一个自我的完整性啊。所以圣杯2这个时候有一种眼神会发亮的对望他早就已经注意你跟他之间的一些敏感互动有的时候你们的对话，一些简单的就小小的对话，让他感觉到一些无限的温柔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可能会偷看你发的一些文章，你发的一些限动他会觉得跟你有一些感受上的连结，你的观点啊，生活习惯上的一种品味啊，欣赏的方向，他觉得他跟你有差不多的一种价值观吧，一种喜好都有连接，还一点一滴的连接起来。很多东西你认识他之后你会发现他很多东西他都记得这是圣杯2给的讯号，只是他一直没有在你面前把这一件事情说出来。那再来到了金币8的时候，代表了他正在为这份感情在默默的投入一些努力。金币8就默默投入一些努力，而且他是期盼着会有一些收获，但也会有很好的收获。如果后面再出现一些皇后牌的话，那个收获是完全货真价实的，在那边等待他所得到的一个大宝箱了。其实在这段时间，他也在学习着如何表达清楚的情感，主要是他希望在跟你面对面的时候能够表达更清楚，然后他也希望在生活里面能够建立更稳定的节奏，来准备未来跟你相处的时候的那一个稳定感。而这些努力以后，他其实内心深处都知道，有朝一日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你会因为他的出现而感到开心、骄傲、幸福啦。他是在为这些做准备。星星牌这边所带来的就是这些那我们再看看神谕牌所带来的那2个耐心跟承诺耐心这里其实在讲说，他正在学习如何不害怕承诺。因为承诺的这个方面，在他的过去经验里面来讲是一种压力了，他不想对任何人做出一种让人感受到期待却无法维持的一些决定了。但遇到你之后，认识你之后，他开始明白，真正的承诺不是一种那个束缚的感觉，而是一种自由，是一种我已经选择了不离开你的一种感受，一种真实感受所以他在这一刻开始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的重点，他其实已经开始认真的想象，如果他真的鼓起勇气跟你表白的时候，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场景，或是一些只是一个生活中的闲聊，或是就安安静静的、简单的跟你说，他很在意你这样子。所以呢，无论那个形式是什么，他将会鼓起勇气的跟他的过去分手，跟他的过去决裂，然后并朝向未来的你
走近，好，这是这里神谕牌的那个概念。好，这里有一些我在这边看到一些共鸣的东西好，还有这里整个牌面其实有讲到你们的相遇跟认识的一些位置的一些能量的推论的一个方向，就可能是工作上或是生活上的啦。这个等我们要在最后讲，我把全部的讲牌都讲完之后，我再跟你说。然后这边有一个要补充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个重点是对你的牌面上有对你一些小小的提示他说其实在这一个静静的靠近的过程里面其实你的内心应该会感受到它的存在。或许你可能还不太确定那是什么感觉，是喜欢吗？只是朋友的喜欢吗？然后你可能也会感觉到有些人慢慢的靠近，然后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然后其实他常常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都会有一些注意力停留在他身上一点点，你可能会处在一种没感觉跟有一点点感觉的这一个边界里面但是牌面上是提醒你说，这些期待你可以先收起来，不用把它外放，先收起来，让它变得更耀眼、更明亮的时候，它会很明显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其实在他的视野里面你是那种让人想亲近，可是又害怕冒犯的一种光啊，一种空气，一种很敏感的感觉。不是说你人很敏感，而是他感觉到他必须要更小心然后他有感受到你的人其实不是冷淡的，只是过于体贴，所以他不太敢轻举妄动。然后正是因为这样子的气质让他越来越确定，他必须要在一个很慎重、很明确、他准备好的时刻再去对你表达他的心意啦。因为在他的角度里，他觉得你值得他用真正的一种心意去告诉你。好，我想这里应该就是这两个牌组上面也讲到一些重点。我再往其他的位置看的话，我再往前面看，然后我们可以往一个我觉得我平常会讲的一个比较暗能量的一些小小的细语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看一些核心的美好的位置。这两张牌基本上已经有讲到一个讯息，是他已经有准备想要去翻过某一些你们之间的阻碍的高墙，然后希望对你表达一些蛮明确的一些讯息从这两张牌看到已经有一个比较边缘的一种跨越性了。所以我们先看到的是金币七金币七这张牌其实代表了一种他的评估已经结束了，或是已经得到了某些结果了。这是他在每一段关系开始之前的时候会启动的一种很基本的人的反射机制，或者他自己一定会有的。他会不自觉的开始想说，这段关系有价值吗？它能给予价值吗？我是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呢？然后对方对我会有感觉吗？然后我有能力维持这份表达吗？这份表白之后的一切吗？这是他原本的在金币七他原本的方式。可是这一次可能是因为分支牌权杖国王金币八然后金币骑士的状态，让他感觉到这一次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意识到说原来。我其实是会为了一个人，然后打破自己原本的所有的价值跟所有的理智的计算公式。他还是会犹豫会更审慎，但是多了很多的不安。但这些都不再是会让他退缩的一些原因，反而让他更稳定往前走的一些动能然后权杖国王代表的是说他之前所建立的某种强者形象，他自己认为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觉得他自以为的。他觉得他在人群中可能是一个领导者啊、决策者啊，是能够站在整个台面上中央说话的人但是你出现之后，让他感觉到就是他好像失去了很久或是久违的某一种谦卑感，他突然感觉到了。所以你让他想要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是想被其他人崇拜的人你让他感觉到说，他渴望互相支持，而不是只是一种主导所有关系的一个核心人物。那这边金币八的出现呢，跟前面有呼应的意思是说，他强化了他目前的某种状态他正在努力打造自己的一切，而这一切的动力来自于你出现之后的一种新的感受
好，这边有可能要再提醒你说，你就不要有压力哈，因为你对他来讲算是某一种心智上成长的一个贵人的角色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在非常多的牌都会出现，所以不要太在意，不要给自己压力，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影响了一个人的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分支牌的金币骑士哈，则是代表他内心有一个非常诚实的一片东西啊，代表他其实不是一个只是想要快很准的解决事情的人。其实他会表现出来的爱是一种慢慢的滋润的稳定的，从底层慢慢的像是浇水肥沃长大的哈。他希望当他自己在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是只是说我喜欢你，而是在这份表达里面能够带着某种有责任感的行动，像是我准备好了要成为你的伙伴，人生的伙伴，就像我们常讲的一起去旅行的旅伴，这种信任感、节奏感都很搭配的哈。他希望他出现在你面前，说是这个样子。那后来我们再从金币7的延伸里面，其实在看到很多东西哈，在这个位置，有点代表说下一步的线索的地方，或是这个人在潜意识有一种转换期会被评估到，这个其实比较深哈。我大概有应该2、3个点可以讲，就是说，他有可能在近期，他会在你面前更频繁的出现，或是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让你感受到他的存在，有可能会跟你有一些零星的对话，所以就是询问你的想法啊，然后你做一些表达，他会去支持你的行动啊，或是主动去协助你做一些事情哈。然后再来第2层呢，他会在你给他有某一些比较正面正向的回馈的时候，他会找到某些机会，知道说现在可以再跟你产生一些更深层的对话，所以近期他可能会跟你有一些跟比较内在心灵，可能会 touch 到一些黑暗面、灰色地带的那一个部分的对话哈。然后他在这里慢慢靠近之后，他就会开始去寻找可以跟你表达心意的那一个瞬间，那一个场合，然后他会去感受一些比较深层的温柔的感觉，然后才会去表达出来哈。那他的言语句子，从前面各种能量、土能量的概念来说，大概我可以推敲，大概类似表达的句子会想说，我想要再更一层的认识你呀，了解你更多啊。我觉得这是他的表白心意的一个开场白的节奏，你可能可以敏感的感受到哦。好，再看魔术师牌的这一个位置哈，因为到了魔术师牌的这个位置的话，他会在整个牌组里面讲到一个最核心中心的哈，所有的概念其实都会环绕着这里啦哈，所以我们分支牌金币5、宝剑骑士、圣杯5这个位置，我们一起把它融合起来分支起来看的话，看一下，这里在提示的是，我们要了解的是真正触发他想要靠近你的那一个动机啦。其实多多少少当然是有外在的原因哈，但是其实更核心的是，你的存在让他感受到了某种真实跟诚实的力量的循环，在他内在被激发起来。他感受到你有给他这种气息哦，所以魔术师牌这边在暗示的说，这是一个。因为本身魔术师牌就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有魅力的牌哦，可以显化很多东西。如果你身体力行，就能够显化非常多的价值的一个东西。那这张魔术师牌这里其实它比较倾向于你的存在的这一件事情，你让他看到原来一个人有这么特别的个人本质，却又带着一种很温柔、很和善的光芒的一种概念，在他的眼前是这样。在他的对你的评价，或是对你的。你在他的心境里面的感觉是一种很专注在自己的人生，可是又能够散发出那种没有给大家各种压力的那一种气息跟光的感觉，这是他在魔术师牌这里所展现的。所以他想让你知道说，每次你认真工作或是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或是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不应该只是远远的望着你，他心里会想说，这样的你，其实值得他再更努力、更用力的靠近哦。不过这里，因为我们要看到分支牌里面的金币5说，因为你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某些他以前的经历、失落跟孤独的过去啦。
我要重新整理一下金币五的概念。我觉得金币五的概念我们要换一下，可能不是他自己，我觉得是他的视觉里面看到的你。我重新诠释一下。他的视野里面，从金币五的角度看到说，你可能经历一些个人的失落跟孤独的过去，这个是他看你，不是他看自己。所以他会想说，也许你在其他人面前表现的比较坚强，但是可能在一个人的夜晚或什么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某些自我的对话，像是我总是太努力了，可是都没有人真正的理解我哈。所以像这样子，你散发出来的讯息，去影响了他，觉得他不能只是远远的看着你，他需要更靠近你，用一种替补、互补、上前去关心、关怀的一种概念，去慢慢的靠近你。这其实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是你们之间一种无形的吸引力，把它拉近了啦。然后这里宝剑骑士说，他内心其实有闪过很多的冲动，想要就立刻靠近你，告诉你，但是他又在想说，还是不要管那么多，就直接对你讲出他对你的感受。但是这种快节奏，他觉得会破坏你们目前的一种关系的节奏。然后在很强烈的理智的过滤之后，其实他在很多次的时候都踩了刹车。他不想要吓到你，他只是想让你觉得说他是真的有准备的啊。所以圣杯五的位置其实又代表了他的视野里有看到了你的寂寞。他知道你并不是没有人陪。然后也不是没有想要任何人陪你，那一种不需要，其实他看到的更内心是，其实你很想要真正的被能够看见你的人看见，所以他看见你了，而这一次他想要成为那一个看到了你，而且却更主动的想要在你身边的人啦。圣杯我有出现了这个暗示，前面讲了蛮多他视野你的里跟你们之间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从前面的4个位置牌，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他其实一直在你附近环绕，他其实没有离你很远。牌面上因为风水火土的能量在比例上的分配也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状况出现，所以我在想，这整个推演的状况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场景，譬如说它有代表了你们之间的对话其实是断断续续的，也许会在工作的群组里面偶尔对话，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对话，擦肩而过的有些对话，或是某些互相的称赞。其实如果你现在开始有点敏感的话，你会不经意的发现，其实它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就出现在附近，或是你有一些讯息需要有人回复的时候，它就会回复。它其实不会讲太多，但是它的表达已经开始多多少少让你发现说他是在意你的。你的状态的话，你的位置的话，其实也会开始感觉到某些小细节已经有点不同。他会比以前在更多的话，句子会变更多，他关心你的深度也会再更深。当你开始觉得你是不是想太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跟他的一些能量的频率跟连接已经在做调节当中了。所以无论如何，在现在的状态里，你可能猜不到是谁或什么的话，其实最近你所能做的在牌面上的提醒是，你要更倾听一下在你附近他人给予你的声音，尤其是那个正能量善意很多的声音，把它倾听清楚。因为旁边还有一些环绕的牌，因为它后面上最右边这边还有一片，旁边还有环绕很多一些动物灵卡跟神谕卡，还有数字牌的。我仔细看一下它整个环绕核心的价值上来说的话，这里其实在讲一个概念，其实这一段它走靠近你的这个旅程，其实已经走了不少的路了，距离已经非常靠近了。从最初的迟疑啊、观望啊，到现在他内心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清楚了。然后他内心有一个声音还蛮明确的，叫做我诠释一下，应该叫做我要让这个人知道，我认真的选择了他。而这内心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因为主要是前面的风土能量还蛮多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边这边的权杖8，然后分支有逆位金币1跟权杖8出现2次的状况的话，还有神谕卡的光辉源头。先解释一下权杖8的意思，它象征一种即将到来的一种快速的往前推动的力量。当这张牌出现在
我们所设定的密契主义的绝对客观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意义非常强烈，表示这段感情正在从观望期进入到有所行动的阶段。所以在这一个节奏感的方向里，也许在1个月内会有比较高频率的讯息的往来，也许会有一种比较主动的邀约，或是会有更多工作上的交流。然后他会在这些互动里面给你慢慢的给你一些明确的讯息。那可是在逆位的金币一要提醒，这其实是在提醒他，我觉得这里应该在提醒他，不是在提醒你，就是不要再等待那一个完美的时机，随时随地都有一些非常好的契机切入进去就切进去可以，因为一直在等着可能会错过自己最真实的那一个心动。你看这里在提示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到自己的心境跟心情，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不断在错过自己最心动的那一个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唯一能够把讯息丢到空中，让他在梦中遇见这一个提示的话，我想牌面上是需要告诉他说，他是要学习的是不要再有那一种我要等到最有把握的时刻再出手的一个状态。其实他应该要更想清楚的是，他如何的用最真诚的自己接近你。其实这个都是你们互相可以学习的。我们对他人的待人处事都是可以这样子的，它不一定要是一个最完善的时机，而是你要确定自己的真诚度是否已经到达了你最喜欢的一个状态里。所以当权杖8号在这个地方反复出现的时候，其实代表了他内心已经做好了蛮多的准备了，就只差一次的触发然后因为他2次了嘛，所以表示那个触发点也在不久的远方啦。我看一下吧，好。那神谕卡的位置的话，从光辉的位置来讲，表示这段关系其实已经酝酿了蛮独特的能量了。他看见你，就像看到一个能够照亮他无聊生活的一道光，然后那光很温和、很温暖、很疗愈啦，所以他开始在思考，他不要再成为什么所谓的完美的人，他只想要成为一个真心的人。所以源头的这一个讯号代表的是他更深的情感的最底下。他发现他跟你应该是一种灵魂记忆，灵魂记忆的一个在碰头，在相会他在越来越靠近的过程里面，他就有这个感觉了。内在的那一句话比较像说我们其实不是第一次的相遇，我们只是花了很长时间他只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再认出你来。这里其实还蛮浪漫的要不是神谕卡的这个提示，我们可能没办法看到这一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从炼金的一个角度因为炼金的其他那3张牌我设定的是在说所谓的在灵魂的象限里面的话，我们要找到这个2个人相遇的意义这3张牌给了一些不错的讯号代表了一些生命的启蒙融合里面的最高价值还有一些你们生命的智慧的指引这几个提示语它代表了说这份灵魂的关系远远就不只是开始交往或是要交往，他们更像是2个人在人生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的时候互相照亮彼此，而展开一个新的篇章的旅程，这是这样所以在生命的启蒙的这个段落的时候，你让他开始重新看待爱的存在，而不是只是输赢权衡利弊来去选择爱，而是感受到想要被爱的那一种纯粹的价值位置只是那个非常 pure 的想要被爱的一种感觉然后在融合的教旨里面呢，他想的不是说他想要去占有你的人生、吞没你的人生，而是想要慢慢的走到你身边用他的方式帮你一步一步的保护、守住你想要前进的方向有点像 Guardian 的方式。然后他知道他跟你的关系并不是只是互相互补，而是互相激发，就是我们说的1+1的一直往上加的。所以你们的未来的展望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说，你们其实有一点教学相长，更是并驾齐驱的一直在激励彼此的人生的方向。所以从这一张牌其实看得出来你们的关系不恋人也算，可是其实还可以再更升华到更多的一种心灵陪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想到说，他在他内心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话语说，他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你很棒的伴侣、很棒的伙伴。前面我们是不是就提到了那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张智慧的指引这张牌，发现
他发现自己他发现自己从一个过去非常封闭、固步自封，只觉得自己价值观是最优秀的这个状态里面，然后变成一个愿意让他人的美好、信任他人的美好生命来安排自己人生的一个人。所以他知道他怎么跟其他的爱、其他的好能量融合哈。那这一份在你出现之后，他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感、安静、安定的感觉，同样都出现哈。所以他感受到了你给他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也觉得他要再去回报跟回馈，也要成为一种给你稳定的力量。这是一个互相的，不是一个单方面给予的。好，再来，其实这边还是有一些时间上的时间波动的一些讯号。那这边讯息上所给的连续，比较像是说1个月之后的连续3个月，就是简单来说，就是1个月之后可能会进入一个3个月的一个波动期。好，那它这边代表了1个月之后，你可能会比较得到一些比较明确的讯息，然后这个关系会渐渐的有明朗化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一个你们关系变得比较好的一个关键期，然后你们的互动频率会变高，然后联络的次数也会变高，慢慢的明白对方的心里话，听得懂对方的心里话。所以在这接下来1个月后，接下来3个月，可能心里会有几个起伏的感觉，你感觉一下就是会有一种感受到对方的喜欢，然后也会感受到对方的靠近，可是不太确定说这个讯号是一种暧昧的讯号还是什么可是还是一个靠近的感觉，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这份关系会有一个突破的感觉，跟互相明白的感觉，它会处在这一个很多的自问自答的状况里，但是这一种敏感开始出现的时候，表示你们的能量正在调和，也是真的非常靠近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了。那再回到只剩小，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还有动物灵的卡跟数字提示好，大家可以看到好，12、15、80个，其实，在动物灵的法里面看到了一些对未来的期盼未来的期盼跟已经可看到、可期盼的一个讯息。可是这边更多的是诠释他内心的一个确定感。他确定感是说，他是真心的希望这份情感可以走得很久，走得很稳他真心的希望，你们两个非常靠近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找到2个人灵魂的缺口，然后互补疗伤的一个状态好，他有看到了某种你们未来的完成式。所以他不是一个盲目的走进了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里，他不是盲目的就去做表达的一个状况好，这个数字我觉得数字比较偏向于整个过程的一个变化他现在的状况，他已经进入了不会再只是思考，要即将有主动的行动力的状况，他不会再只是试探，他会要直接的清晰的对你表达一些然后这一段或者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你们从朋友走向恋人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数字有在讲说这个时间点的能量已经上来了因为这2组讯息都带来了蛮高的火能量，那个行动能量、动能已经出来了他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次性的行动，然后在这份关系产生一些转换。而这个能量的持续性很强，它不会只是呈现出一个非常短暂的热恋或是关系的靠近而已好，整副牌，我们还是要去回到一些真实生活里面的状态我来不是抽出啦，我来看一些比较明确的牌，来看一下你们彼此的关系从整个牌面跟能量的讯息来看它并不像是只是一个完全的陌生的旁观者，它更像是一个已经有跟你有很明显接触的人因为有多次出现的金币8、金币7、金币骑士的这种比较稳健的牌显示它在你身边不是偶尔出现，而是有一个长期互动的关系，有稳定的出现的关系然后在魔术师牌圣杯2的时候，有暗示你们之间有某种默契然后你们有一种朋友之间的互相欣赏跟理解的程度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你也不会那么不熟悉他。那在权杖国王跟金币7
这个是比较之前，他对于某些你们彼此的表现跟感情价值的评估，这个比较深了哈。其实他还蛮敏感的，所以他观察了非常久，他确定了非常久，他才有那一个想要跟你表达的意图跟这个概念才慢慢的跑出来哈。所以这个也代表一个你们的相处时间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然后再回到宝剑七跟你一开始的逆位月亮的这个方向的结合哈。他其实有试着蛮靠近你过，可是他发现好像时机跟整个熟悉的状态都不够，所以他又退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安全距离，这样子，所以这边会比较偏向你跟他之间有一些工作关系，他可能是在工作场合比较常出现的人然后渐渐的从工作里面变成也可能是私底下生活里面会联络的朋友，但他可能不是你私底下会约出去的那一种，跟工作切开的那一个朋友圈里面的。好，大概方向是这样子哈，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可以敏感感受一下。好，那我想这个就是1号牌的朋友，就讯息大概就这样，你大概整理一下哈。那希望我们现在的一张一张牌给你解释的时候，你有更清楚的方向哈，不会因为我之前都是直接就是当下直觉抽象的抽象的，或是用比较完全绝对直觉的方式去直接临场的跟你们讲，所以会少了很多针对牌面的细节。那我现在改变成是说我都放完牌了，然后我仔细的看完之后，然后有一个排列组合的方式有一个先后顺序再去跟你们讲，希望这个方式能够让你们更清楚整个牌面上的内容在这么密密麻麻的讯息里，让你们先整理出来，再告知你们好，那希望你得到很好的讯息那么很长，谢谢你来听那真心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牌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给你表白第二组牌很特别因为第二组牌可能因为核心之美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一些关系所以大概会有一些诗意跑出来那他这个状态比较像是说，他在某一些躲在你背后观察到你、偷看到你、发现你，然后在意你的一个旅程里面，他不自觉的发现他已经默默的对你的感觉越来越深了然后在他的心境里面，确实是一种发现。确实是一种发现。然后他心里已经有准备好要对你的一些表达，可是目前我所看到的一个非常负面的讯息来说，他现在还在处在一个还没有鼓起勇气告诉的一个阶段来，那我们先从提灯指引的方向牌来看的话，看到了太阳牌那它的分支有权杖8跟愚人牌这里我翻的比较少，我就先翻2张。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光芒的、非常明亮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种开头的讯息你对他来说不是一个谜语，不是一个题目，而是一个解方。他找到了一个答案。什么地方的答案？是他在一个充满迷雾的空气中的生命里找到了一个某种光亮的点，像在一个迷失的森林里面找到了一个有人行走过的一个小路径，他知道怎么出去了。所以他每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内心都有浮现一种我觉得这里可能是因为太阳牌的关系，它有一种非常高度浪漫的感觉，就是哇，这个人在眼前发光。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牌的能量，它走的走向是这个。因为太阳牌在整副塔罗牌里面是一种非常绝对无条件的光明力量，绝对光明的一种力量啦。然后它今天是正位，然后它又在我们的指引星方向，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已经不是指引星了，它是一个指引的极度的光能量在上空这样。所以你对他来说是那一个值得往前走过找到的那个答案。你的出现对他来说，他有点照亮了他心里渴望某种爱，渴望某种想靠近的远方的一个理由了。然后你的出现给他不是一种压迫感，而是他心里有一种呼吸急促的感觉，是我必须要再更靠近他，我必须要接近他，我必须要让他知道然后这里这个行动感呢，更多的是他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才会觉得他在告诉你的那一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比较表层的感觉，是他会觉得他自己才配得上你他这个种子，他在他心里
就偷偷种下了啦。你们相处过因为它有一些这边有一些很明确的互动能量就是你们彼此有互相的欢乐的对谈过啊，还有一些平淡的对话。对你来讲可能是平淡无奇，可对他来讲就仿佛有一点像是空气不好的日子里面就下了一场雨之后，整个世界都变得清晰的一种感觉了。然后我们再到权杖8的时候，它其中就带来一种推进跟靠近的力量，这就是它的动能的来源它其实已经可能在计划一些表达跟传递给你一些讯息，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起去吃饭啊、喝东西啊或什么的，或是传讯息跟你聊天啊，或是主动跟你提起一些他喜欢的事情，想要跟你分享一些事情啊主要是因为权杖8这边代表了他在等待某种时机，他要表达的更清楚那因为权杖8的出现，所以表示这个时间非常靠近了。所以它大概每周或每2周，节奏上应该是这样，它就会再更靠近你一点，所以它的浮现不难，它有越来越明确的浮现出来。那愚人牌这边代表了他其实内心的这个动能里面的一个概念，他的概念里面，他原本是保持比较理智的，可是因为愚人牌的关系，所以他愿意用一种比较傻的、比较呆的方式去表达。去诠释他的勇气，去代表他的行动，不是因为他这个人不现实，不是因为他这个人天马行空，而是因为你带来给他的感觉，让他觉得他值得用别的方法来向你靠近。他对你的方式，他已经舍弃了他原本对于爱情的表达的那一种公式，他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原则 SOP 这样。因为你的出现反而让他想要用更全新的面貌去表达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去学习表达其实你可能没有感觉到他在观察你的时候，你常常有非常多的表达无论性格情绪上面的喜怒哀乐其实他都有很认真的记下，很认真的感受。然后他也在心里对你有一些互动跟感应他看到你很努力的样子，很辛苦，让他心里也有一些感受，他就有一种共同的感受，所以他会觉得在他心里，他希望有一天说他能够再更靠近，而不是远远的欣赏。其实像今天这个题目想要表达心动的这个特质啦，都是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不再远远的观察了，或是站那么远，他们就是要靠近所以才会把他们翻出来。所以从太阳、权杖8跟愚人牌这3张牌，可以达到一件，就是说，你是他心中愿意付出一个，即使没有准备好，也要往前走的一个冒险因为他看准了这个方向这是现在这个牌太阳牌所分支出来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以现况来说呢，我们翻到的是逆向的权杖骑士，然后后面还有分支的逆向权杖6啊、圣杯3啊、金币逆向金币3我们再慢慢往下看。这里可能在讲说，尽管他内心有这么多想靠近你的理由，可是目前的他可能还是站在一个尚未踏出脚步的一个位置因为逆位的权杖骑士本来是代表着冲动，可是这里却冲动跟行动里面却代表了某种迟疑跟压力他是有行动力但是现在还是有一点被自己困住，他不是害怕，只是他有点太在意所以我们刚前面翻到的愚人牌这是他的思想上，他已经知道他要用一种比较钝、比较矮板的概念去往前，才可以突破他现在这一个逆位的权杖骑士所带来的困住跟太在意了所以他这一个其实是在他现在的冲突跟挣扎里面在摇摆，可是我觉得愚人牌的能量更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在挖的是它更深层的那一个为何抬了脚却踩不下去的这个游荡中没关系，这就让我们再等他一下。只是我们现在了解更深层的，就是他很想对你好，但他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也喜欢了他，是不是里面最好的之类的这些都是多想的。然后他其实很想靠近你，可是他又担心的靠近的太快会破坏你们之间的一些很微妙的关系，所以这种又近又远的矛盾现在在他心里了很可惜的是，因为他这个权杖其实是逆位的，所以这边又出了一个逆位的权杖6，代表说他内心正在想着自己是否会被接受了因为原本权杖6的概念里面是一种
祝贺跟胜利的感觉，可是现在就产生了某种焦虑哈。基本上他不是一种任何比赛他非赢不可，他喜欢享受那个过程，可是他仍然还是会害怕被拒绝啦，尤其这份拒绝可能会来自于你的拒绝，所以你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对象，而是他心里那一个想要更长走下去的那一个人啦，所以他对你的角度呢，他没有办法把你平淡的平凡的看成是一个朋友的状态来，所以他不会贸然的就往前冲刺进入到那一条线哦。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啦，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了。准备好了，但不敢行动，主要是因为那个准备好的能量没有超越了自己害怕拒绝的那个能量，这个都很正常这个没有办法去埋怨跟抱怨，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因为尤其有的时候你在能量比较低的时候跟能量比较高的时候，面对这个课题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其实对你有一些表达，就可能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把想要说的话又收了一半，只讲了一点点这样子。好，然后如果你有敏感到你跟他的互动，或是你已经想到是谁的话，你会发现他常常会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很多事情都点到为止哈。如果你有这感觉，其实这边牌面在告诉你说，其实你没有想错，这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正在经历他内心挣扎的这一个阶段哦。因为双逆位，那他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挣扎了。不过圣杯三的出现呢，却和缓了某一些你们相处的一种行动状况哈，因为圣杯三代表了一种轻松、和谐、欢喜、开心的朋友关系，人跟人的之间关系。然后在他的角度上，他很珍惜这个关系啦。好，也许你们可能是工作上的伙伴，或是网络上朋友上的一个蛮熟的人，或是你出去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一个不同圈子的人都有可能。所以你们之间的相处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开心、有默契的，甚至你有的时候跟他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有在对你特别照顾、关照，其实那个都不是错觉，那是就是他一些零星的行动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被聚焦，所以你不会记得，这才是零星的一种回忆。所以在目前来说，你们比较像是处在一种互动还非常愉快的状况哈，因为他很小心的在保护着这份关系哈，也不知道要不要再往前，所以这种不想要因为自己的表白而失去对方的情绪，是他现在一直迟迟不敢靠近的原因。记得这句就是一个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告白，然后失去这个关系。现在他处在这个状况。只能说逆位金币这里又出现了某种不平衡啦，逆位金币3，我觉得这暗示了他内在某种阴影啊，就像我们刚前面的一些觉得自己不够好啊、不够稳定啊，可能不是你最理想的伴侣的这些茫然正在成为一种审核他自己有没有资格的一种自我疑惑所以他现在也在面对这个，没关系，我们这就给他一些时间上的一个状况这里啦，其实这几组牌有一个现象是，它其实跟你有蛮多零星的互动。如果在这里的能量的连结，它还蛮接近，每周都有可能会遇到，每周都有可能在网络上对话，可是它的表达会比较像是一种关心啊、贴心啊、有礼貌啊、开玩笑啊，你会觉得就是一直有一个保持距离的状态，可是是温和温馨的，而不是一种刻意保持距离的状态，还是差一点点那有一些感觉或者行动已经比较深的，其实已经进入了某种暧昧的感觉了。当你开始觉得某个人跟你的靠近是不是你想太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是想太多了，它就是一个慢慢的在靠近，只是彼此都很难表达，都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那个喜欢那个直觉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仍然在这两组牌，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初，就是你的出现已经照亮了他的某种感情的面向，对你的感情的面向，只是他的脚步还没有动身，现在就是还没有动身的阶段，因为他有心里非常多的访问，我要怎么靠近才不会吓跑你这类的概念上这里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比较面对一些比较更深层的，它就有一些我们都会讲到的，就是一些耳语了，比较暗物质的、暗能量的耳语但是那个就都是一些人性的阴暗面的一个耳语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隐士牌，而它的分支牌又出现了隐士牌所以隐士牌在这里我们可能要更加强调的到底这个是什么？还好都没有逆位然后有权杖皇后、恋人牌也都不是逆位，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充满了某种他现阶段的一种自我调试、自我修复，甚至已经快接近一种对于感情价值观的一种更加的升级
所以我们从隐士牌这边看到了，现在的他对于看待你们这份关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再像之前更多的探索跟好奇而随便进入某些关系。这里这张隐士牌告诉我说，他在与你的保持距离不是一个冷漠，而是他现在对爱情的标准有点过高，有点过高。毕竟2张隐士牌出来了，所以他现在对爱情的标准有点过高。他发现他也知道，他如果一旦表达出来了，就会进入一种爱上你的状况，他就不会轻易放手。可是他却非常慎重的思考这件事情他进入了一个非常高度诚实面对自己所谓对爱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他选择了更加的安静、潜伏、思考。他选择了先让自己明确的找到了心情上、感情上的标准跟出口之后，再认真的靠近你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段过程不是最近，已经很长了所以他有一直在观察你，然后带给他的某些影响跟启发，譬如说观察你的坚强啊，观察你温柔的一面啊，观察你情绪的上下起伏，还有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解决方式啊，甚至有观察你怎么对待你的朋友啊，然后你说话的各种眼神，温柔的、快乐的、激昂的这些眼神主要是他让自己保持在一种非常在你附近不被你的能量感受波动太大，然后表示非常冷静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他太在意你的表现了，所以才不敢那么急促的随便的表达了。那权杖皇后这里我觉得他把你抬得很高抬得很高，有一点太不能说你不完美，可是在他的心境里面，他们也抬到一种非常完美的一个位置，在他的心灵观看角度比较像有点仰角在看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自己很强的魅力的、有自己的主见的，然后可是却又有一种让人很想要再更靠近的渴望他有一种崇敬的状态啦那其实因为权杖皇后的出现，它有一种活水能量的感觉。那这种活水能量，我都会把它形容成是太阳天里面的一个太阳雨的状态。所以在这个太阳雨的状态，有点像是你身上所带来的某种气质，有点像是你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你经历了很多风雨，你经历了很多坏事，可是你最后对于人性的方式还是选择了善良。你的概念是这样子，所以他被这种东西非常吸引。可是他又觉得他又没有办法纯洁跟高级到你这个程度，所以他时常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你的权杖皇后的能量爆发，他又再重新问一次，就是说我够资格吗？我够资格吗？那这里会被误解成他是一种自卑，可是不是，其实是因为他真的太在乎，然后又拿自己去跟你比较，所以他在一直处在一种占下风的状态才迟迟没办法迈出脚步。其实今天这题非常多的牌都在暗示他为什么无法就立刻迈出脚步了。可是我们要回到前面我们刚刚愚人牌的这个状态，还好有愚人牌，懂吗？刚刚愚人牌讲的东西记得好，就是他必须要让自己再更洒一点，往前就可以了。那恋人牌在这边出现的时候，记得它这个是一个快速的心理瞬间的能量然后，但是这个瞬间的能量告诉他的2个提问：第一，我要持续喜欢下去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是真的有准备好吗？其实这2个，我觉得都是很多余的爱情的提问。可是就是因为是恋人牌的这个级数的风声，想了他这2个提问，所以他常常在想这一件事情所以才会需要前面那一个跟他差不多同等能量的愚人牌出现的时候，让他洒一点，才不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尖锐。毕竟风能量，恋人牌的风能量是比较尖锐的所以恋人牌其实虽然带来了这个提问，但也带来了某种解脱啦，就是更开朗的解脱。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让对方等了，该表达就要表达，这是对方该得到的礼物，就是他对你的表白。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可以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一点点就好，审视这些事一点点就好，不要太久所以其实在这整个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看的是一个比较阻碍型的暗能量，这里在提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他其实只是不知道自己在期待自己要再更完整再去出发啦，他不知道自己在期待自己的要多完整，他不知道那个完整的样子是长怎样。可是这段时间他会慢慢的明白
再来，我们看到，整个牌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讲这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像漩涡一样环绕到这个核心哈。在这个核心的你们两个关系的最和谐的状态里面，我们抽到的是权杖6，然后分支有宝藏7、逆位的审判、逆位的金币10。综合起来，再说他从看到你走向你这一段路，其实经历了某种挣扎，然后要突破他的旧有模式的一个过程。对他来讲，其实他走了蛮久的了。好，那因为核心牌出在了权杖6，所以他最想期待的是，当他跟你表达心意的时候，会有一种得到大家的肯定，得到你的肯定的这一种期盼感，这一种正能量到来。如果我们以未来式的方式来推演，然后在这个位置收到权杖6的话，其实他会得到的啦。他会得到的，只是他现在我们以一个凡人的角度来说，会变成是某种渴望可是其实，在未来性的推敲来说，推论来说，其实他是会得到的。虽然这样说他会得到，好像排除掉你的概念，可是我在讲的是说，他在跟你表达出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一个很强、很美好的幸福能量正像海啸一样往你这边过来，其实是舒适的，所以我才说权杖6在这边出现的时候，是他会得到那一个点的位置来，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看宝剑7还有逆位审判牌，这里其实是很尖锐的2张牌可是我觉得这里所说的东西前面都已经说了，就是他对于宝剑7在讲他对于自己的不够好的这一个审视，然后因为宝剑7，所以他进入了一种钻牛角尖、更有棱有角、更会刺痛自己的一个角度啦。我觉得这组没办法，这就是他现在的阶段。宝剑7只是在强化了他现在这一个对于自我怀疑的一个过程啦。然后这里再更多的强调一件事情是，他甚至害怕他连自己自我怀疑的这个状况都被你看出来了，所以他现在正在压抑这么明显的一个状况来，因为审判牌是比较难在这个位置去思考，因为我觉得比较直述的方式来形容这张牌的存在，就是说，它其实已经表达出，它其实在某个时刻已经完整的被你唤醒了。可是在这个唤醒的一个瞬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其实同时间没有准备好。他有承认这一个被唤醒的转变，但是他的准备，他要带的行囊，他没有先思考过，他对于这一个转换是意外的然后，可是你的存在让他非常有感受。然后以他以前的个人状态是，他会先选择逃避，看清楚。可是他却发现说，他不想逃避，所以他必须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一个你的出现，这个爱能量、爱的能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如何正在改变他的人生的价值观，跟他未来想走向的方向。所以他不想要让这一个轻易的表达所产生的暧昧。然后变成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他希望他一切都非常确定的时候，他才要很明确的跟你表达因为他相信跟看到未来这一个能够更长远的这份关系是他能够把握住，而且他也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够有深度的，他不能够这么轻率的就表达出来所以逆位的审判牌在这里就是比较像是说，这份觉醒是在他没有准备好的方向出现了，可是还好，他的本质上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去面对然后这边又出现了逆位的金币10的一个状态，因为它要延续审判牌后面所谓的未来性跟未来的那一个方向的位置。我们刚刚讲说，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伴侣之类的，然后很有深度，然后他对未来的方式表达，他不能很轻率嘛。主要是逆位金币牌这边也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代表了他的这份慎重。是因为他有感受到他对未来的稳定性的一种焦虑啦。如果今天金币10它不是逆位的，它就是一个有把握的、很坚固的概念。可是现在逆位，它就会有某种焦虑他在这一个未来性，他不想要随随便便的走进未来的这个感觉里面，可是他连带他还没有带来非常明确的计划。他现在只是在经历这个转变期啦但是他心里的更强的力量是。他希望你值得被爱、被呵护、被妥善照顾，只是现在逆位的感觉会让他觉得，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我是不是不够资格给予这样完整的未来？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前面看到4组，我们就会发现说，至少我们要从好的点看到他的非常极度的慎重，然后他也没有放弃哦，他也没有掉头就走哦，他只是现在在这一个点上面，在不能说挣扎，因为他这不是痛苦的，他是在对自己的高度要求中在整理。好，所以还是一样，就是再等他一下啊。来，我们因为这些提问都是重复哈，4个牌非常多的重复。好，我觉得大概他的心境各方面就这些哦。来，我们来看一下环绕旁边的一些东西哈。那我们要跳脱出去，我们要从更远的，就这里了。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能量很强。绝对客观的宇宙密切角度来看哈。他们用更宽广的时间感来看这份感情，他要我告诉你说，其实你们这段感情正在进入了一个蜕变的边界了。好，因为力量牌在这个位置出现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动物性的爆发力，它代表的是一种内在的温柔、稳定跟一种温驯的情感的一个展现。这张牌在这个位置讲的是一种爱的表达之所以有力量，因为它代表了因为他懂得等待跟尊重，那就是他现在所在的处境，等待的他变得比较完整，然后要给予你一个最完整的尊重，才要做表达，不要轻率的轻易的表达，这是他现在的处境。于是他借着力量牌的概念，我们要传达给你的是，这个人他开始明白。真正的成熟的靠近是一种允许你拥有你自己的自由，拥有你自己的空间，并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在场。这是他现在正在学习的一个爱的方式，也是他想给你的一个爱的方式。然后不过后面的牌都还不错，因为权杖8、权杖4者、圣杯骑士，我觉得这里都3个连续，跟之前的逆位的牌就是3个好的连续。其实这3张牌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有好的能量正已经在出发点了。权杖8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启动的一种征兆，表示有东西在转动了，有一些好的能量正在靠近了。那权杖4者就代表说这个人的行动，身体的行动要去显化的意图跟意愿也有了，所以这张牌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要去呈现一种新的冒险，呈现一个新的表达。所以然后圣杯骑士就代表的是他已经知道他往前进的时候，他要得到什么，他要带回来什么，他要给予什么。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从这个牌位宇宙的角度，更远的宇宙的角度来看，是说他有可能现阶段他已经不会停滞了，他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前面那些逆位的牌，他内心的挣扎跟困难，他现在好像已经比我们以为的在更向未来前进了一点。这3张牌已经告诉我们了。然后我们再看神谕牌，说有一种耐心跟一种可被预见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所以你近期应该会慢慢发现这个人有比较明确的表达了。然后神谕卡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说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把某种信任跟相信丢出来了，拿出来作为一些回应。好，那现在因为我现在在看的是这里3个炼金牌里面所提示的灵魂的结合状态。灵魂状态说，你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遇见，而且好像有互相答应了某些事情。这里是这样说的，因为这里3张牌变成了一个流程。他讲说，你们之前有曾经相处，有不错的经验，可是经验里面为了得到某些新的智慧而用痛苦去交换。然后你们曾经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状态，却进入到一种为了
爱上对方，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进入一个堕落的状态。你们曾经有这样，但在这个流程里面，你们有得到非常深刻的智慧，所以你们决定在这一次分开之后，灵魂要再去展现、更散布这些你们爱情的智慧。所以对于从这里看得出来，你们对爱情里面的理解各方面，你们很慎重，而且你们有比其他人更有超长的智慧、更深一刻的体会。在这一次，所以在这一次的再遇见哈。有一点像是终于好像得到了某种心得，然后遇到了，然后两个人的那个契合度展现了你们两个对爱情的价值观啊、渴望啊、方向感其实差不多一致的。然后你们在更深刻靠近的时候，你们当然不会知道以前的灵魂相处是怎样，可是这一次遇见的时候，会发现说你们对于爱情的价值观有在被重复验证，所以让你们两个更加走近。这是这3张牌所要讲的。它里面还有一些低语，还有一些小讯息是说，这一个人，眼前的这个人，知道我是怎样的状态、怎样的概念，才愿意为了一份爱往下走下去。这组比较像是这个，找到了某种重复的验证。那在时间的提示上面，这边有在说，其实大概1个月、2个月前，你们有错过一个比较深刻的对话，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可能在未来的3个月，还会有更多的让你们关系更明朗的一个状况。他这边只是提示说，可能在1个月前就有蛮近的一个靠近。如果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想一下，应该有这个状况。他其实有偷偷表达过。来，我们来看。最后动物灵跟数字的位置的话，动物灵这边也没有特别提到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仍然就是他其实已经找到他要去对你表白的那一个坚定的感觉、坚定的能量，他已经抓到了而且他还明白知道那一个节奏跟他要说什么话。然后数字的这边也重复了讲了这个。因为这一组牌火能量非常强，那个往前后半的时候，往前的能量非常大，大过了我们前面那一组所谓讲低能量、暗能量的逆位的位置的能量都超过了。尤其在这里数字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皇帝牌的能量有发威起来，它的稳定性已经进入了皇帝牌的这一个稳定，已经成为了某种可靠。所以他接下来，我觉得他非常靠近他要跟你表白的那个时刻了，因为他现在对自己的相信的能量也非常强，甚至已经没有觉得，所谓的承诺啊、纪律啊、原则的思索会成为他思绪、情绪上、思考上的一个困扰了。他好像基本上已经走入到这个阶段了。好，但是从时间的能量上，还是我们刚提到未来3个月的一个变化可能啦会有一个。3个连续的变化，大概提一下他的关心跟对话会提高在前面其实有讲过，然后再来，他对你的回应会开始多多少少呈现出一种关心跟更多的靠近的讯息出来，然后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突破点，会让你明确的感觉到他是不是在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我觉得这是他的方式了，因为从这整个牌里面有发现说，宇宙好像有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好像帮你们找到了，或是你们终于找到那个明确的通道，然后他只是把它照亮了，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表达，你可能要感受一下。好，那再来，我们最后收尾来看一下生活上的因为这个我要整个都讲，我才会比较明确感觉到。我看一下，有几个状况啦能量的分布跟比例上来说，极有可能这个人是你早就已经认识蛮久的人了然后，但他好像有一个时间上的先后比较。牌势上面是说他曾经跟你有比较密集的互动，相较于最近的话，最近反而算少他不是一个每天都会出现的人，但是他在你生命回头的时候，他就是有留下深刻印象跟很强烈的支持感。你会发现你做的东西，他都会支持着你的那一个感觉
那这个讯息主要是来自刚前面的权杖皇后啊、隐士牌跟金币3号，还有权杖8的这些互动的组合里面有产生了很多你们有深刻互动的痕迹。只是它因为它扩散的方式的时候，它产生了某种离开了视野的感觉，所以我才会说，你们曾经可能在某些时段有非常强烈的互动，可是现在变淡了相较起来是变淡了这样。然后近期它又在浮现出来，可能是因为某种成长，或是某种阴错阳差、峰回路转的关系，又更靠近了这样。然后这一次的再靠近，他明确的感受到你成为了某种新的光芒的概念，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被叫醒了某些心境，然后只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刚前面也说了，好，那大致上是这样子2号牌的朋友，那好。那希望这个一张一张牌解释的你们还习惯因为之前是比较临场的我翻开了，然后直接接受当下的讯息。那我现在会发现说，之前给你们的讯息有点太重复了有点浪费时间，所以我决定说我都翻完了，自己看完了，然后整合完、整理完之后，我再用我比较能掌握的一个时间的节奏，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告诉你们。我觉得这样给你们的讯息跟一个流程比较完善，你们能够接受的比较深刻、比较清晰希望你们能够习惯。那谢谢你听到最后因为很长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新3号牌的朋友3号牌的朋友，这组牌我整个看完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转折，就是他内心有一个真实的现况他现在处在一种奋战状态，对于他要表白和表白之后的这个感情关系的状态在奋战。他会奋战什么？他在对抗他现在某一种害怕跟失败的感觉，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我等一下再看看是哪张牌说的他有一个非常清澈的感觉，是他绝对不能失败，或是他有准备好对于这份告白，失败了也没关系，因为他觉得他跟你告白的这一件事情很像是一定要给予你的一份礼物。所以他现在的那个内心的奋战是他在跟自己说，奇怪了，我已经知道了，我的概念上是要把这份礼物给你，可是为什么我还有那一种害怕失败的感觉？他正在对抗这一个他现在的状况，所以我整个看完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状态是，他其实不是第一眼看到你跟初期跟你相处的时候就对你有这么深刻的喜欢。他对你的这份心意好像在你们某些相处里面，在他比较软弱或者是需要人家支持或坚强的时候，他在你身上看到了他需要的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你的某一种转变，跟你对他的某种影响，是他心灵的某一种新的方向的展望，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明确的指引。这样，所以他知道了，感受到了你对他的影响。当然了，你一定感受不到为什么，或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要在他跟你表白之后才会出现。好，那我们直接来看一种提灯指引的这个牌位上面，我们得到了一个是权杖7，分支有圣杯5跟愚人牌。权杖7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内心正在奋战的那一个状态然后其实在这个喜欢你跟靠近你的这个路径上，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挣扎啦，他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我觉得这些如果你听到这个题目表白前，你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常听到这一个状况，大家都在想自己有没有资格，然后反而越来越靠近喜欢的人的时候，就越来越思考自己有没有资格这一件事情，所以都一样只是在这里权杖7他被强化了这一件事，然后圣杯5在这里也出现了，然后他开始在反思自己以往做错的事情，还有对感情上面的一些遗憾造成的遗憾的一个反思了。
他曾经喜欢过某些人，然后因为犹豫或者自卑而错过机会。也有的说他曾经爱上一个对他没有回应的人，然后导致他自己在情感上面投入了非常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现在产生了某种防备然后可是因为这一次你的出现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他要再去表达更多，重新试更多。对他来说，算是某一个全新的挑战跟冒险又出现了。可是他不想要再被以前所得到的经验所带来的胆怯跟那个再次拖住他然后结果愚人牌就在这里被我们翻到了因为愚人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天真的人啦而是对于一份选择会更接近直觉。然后他现在的状况是更不想要计较表达之后的得失，勇敢的对未来的高度可能性向前走就好了。他现在的状态是这样，所以他想走向你，即便他完全不知道你是否会接受，你是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即便你们现在的距离这边出现了一个暗示，因为愚人牌的关系，因为它这个峡谷这个遥望的距离出现了什么，你们之间其实还隔着某一些沉默跟很明确的距离，所以他现在其实也不是非常靠近你的状态他知道你们中间有这个隔阂的状态，这个后面可能要讲更细部，后面的牌面才会讲到更细部的状态。但是因为愚人牌在这里作为一个尾声的出现的时候他愿意开始一个新的局面，他愿意或是他想要给予你的这份礼物，比较像是给彼此某种新的机会、新的希望，来看看未来的可能性，可能会有没有办法跟现在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在他的概念来说，你不是他人生往下去的替代过去的一个替代品，而是你的出现让他决定去寻找那一个他已经有点遥望到的可能的那一个很好的能量的光已经在眼前，我们只要再往前一步。所以这一份表白，这一份礼物，他一定要拿到你面前，给彼此都有这一个希望的可能性。现在是他这个核心的概念是这样来，那现况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审判牌然后分支有权杖2宝剑10这样明确的，因为权杖2的关系啦权杖2跟审判牌的一个融合的关系，其实它现在站在一个分岔口，其实宝剑10也有，宝剑10带来了这个分岔口的这个十字路口非常之宽广的十字路口所以现在他正在面对着一个很庞大难题的一个分岔口审判牌带来了一个转捩点，转捩了什么？灵魂即将苏醒，灵魂即将被叫醒的那一刻。所以他现在做的决定，他明白他所有做的决定跟对你的表达，他灵魂会有一种全新的升华跟全新的改变，他知道。所以呢，他也在这一刻明白说，他不能再默默的喜欢你或默默的关心你，因为他这样子再继续下去，他会错过了那一个在最好的时机，在这个路口选择最好的道路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不是所有的能量都会无止境的等待他做好决定，这样。所以他接下来会有点类似，因为愚人牌的关系，记得会类似冲动，而不是冲动的一种表达。因为他内心非常清楚说，他要走向你，他就必须带着非常清晰、清明的尊重，还有心灵的感受，非常要明亮的、非常 pure 的。他必须要先了解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是把你当成是填补他自己心里内心空缺，或是掩盖掩埋之前的错误的一种幻想对象。那权杖2这边代表说，他其实有慢慢的、按部就班的、慢慢的靠近你，然后不是凭着感觉而走，而是有经过非常多的思索观察跟评估评价之后，他才往前走。他希望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非常恰当的时机之后，可能会说出一段话，或做出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知道说，我在这个阶段我有很认真的思索，他在这里想让你知道的是什么。我大概明白的感受到，他应该的概念是他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来干扰你的生活的，我是希望加入你的人生。我觉得他的核心美好是这个状态它的核心美好是这个状态。我再形容一次，就是我不是来干扰你的生活的，我是希望能加入你的人生。为何？因为我们再往前推演的话，发现什么？它带来的是一份礼物，所以
接收完礼物，或是接不接受这个礼物或是拒绝，他其实没有那么在乎，他其实很在乎的是要让你知道有这一个心意需要送给你，这样。好，在这里其实看得出来，他应该有可能观察你蛮久了，他可能观察你在工作上、处事上或什么的专注，还有跟朋友相处的时候的某种体贴。他有发现你有一种他能够感受到的某种安静跟静置下来的温柔的气质、温和的气质。然后在这一些观察里面，他都有感受到，如果那一个他所等待的人、他所追寻的人是你的话，他心里很明白，他完全愿意为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虽然这样讲会有一点点压力，或者有点情了啦，好像说没有，主要是因为你的出现对他来讲，其实我们都要讲说这是一个贵人讯号啦，不是你看到任何更好的人都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你给他有带来这个状况。然后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一个比较深层的东西，因为宝剑十它确实有带来一些创伤所带来的一些阴影，以前的事情所带来的阴影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他并不是在这个旅程上面，并非毫无顾虑。他心里当然还是有一些过往的失败跟创伤的记忆啦，然后他曾经会被拒绝、被忽视、有被背叛、有被误解，都有可能。这些东西其实都像是沉到他海底的一些石头为何要用石头来形容？因为它不会让它很快的浮现出来，也不想再让他们再浮现出来。然后当爱情又在靠近的时候，他对你的喜欢又在靠近的时候，他心里深深的明白，你跟之前的时代不一样，你不是那一个会轻易刺伤他的人在他前面的观察跟这些我们刚前面的理解里，他心里很明白。你不是那样子的人，所以他心里也更明白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再错过你，就是我们刚讲那个十字路口，他可能未来就没有办法再遇到像他这样这么心动的，这是他现在的心境的关系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其实无法理解有这么深的反动啦。可是有的时候，别人内在的这一个波动，我们本来就察觉不到，那是因为今天我翻牌有察觉到这里。然后，尤其我在翻牌的时候，我着重的能量的解答是指导对方的内在层面，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说，我们到底在期待什么样子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不错的能量正在靠近我们，这是我们频道一再的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好，那这里呢，因为这几张牌其实还有一些反射状态它可以解释你在他的眼里状态是什么。我整理了一下整个讯息，他这边可能会讲说，你的存在对他来讲是一种很真实的、安心的存在。他常常一直在这里有某些波动，在讲说你们，他常常有在模拟你们对话的场景，这样。可是他模拟的你，都是一种比较轻声细语的。静静的听他说话，这样，然后会感受到他说话的里面的美妙啊、有趣啊，然后会对你微笑，这样。然后在他的心境来说，你蛮像是夏日温和的微风，草地上的落日的阳光，或是走进海湾的时候，从海面上映射的那个光芒。好，这是我对于整个牌面上现在这两组牌所产生的一种诗意的画面的一个诠释，然后可以先来告诉你。那么这里其实有两张牌权杖七跟审判牌，有提示了你跟他的距离距离没有非常远，它就是一个河岸的两边。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这样，它没有到宝剑十的那么遥远的距离。然后这份距离产生了某些回音，让他听到了自己心底的某些声音，就是他知道他做出的是一个对的选择，所以他也知道他必须要把这一份表达给你的表白的这份礼物交到你手上，先到这里就可以了。他不期待太多他只害怕这份对你的感受没有让你看见这是他现在的很深的问题。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高度浪漫的人再加上愚人牌刚刚出现了，他在一个非常角落的出现了什么？他发现了某种未知的可能性，在他交付这份礼物之后，懂吗？好，来，那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远方有
遥望未来的方向看完之后，我们要回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有些阻碍的位置。这也就是一个阴暗两面的位置。我们先把暗的位置先讲出来。暗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金币3，然后出现了圣杯骑士、逆位的宝剑6、逆位的圣杯5。很奇妙的是，每次在这个牌中间，我们就非常容易翻到逆位的牌，因为我在这一个牌位上面注入了非常多，希望他牌面上能够诚实告诉我们他所面对的困难跟内心的挣扎，让我们明白知道。所以，在这里他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够完美，不如他以为要在爱情里表现的自己那样完美，可是他仍然想要靠近你。这是他现在的状况。然后金币3的逆位其实代表了一种无法和谐调配的一个能量，所以对他来说，这张牌完整的揭示他现在内心的，不知道是现在了，但是有某一个层面的一个焦虑跟很强烈的不安。他正在思考着自己，还有他有点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参与你的生活。不是说他条件不好或者他没有自信，而是他看到了你之后，看到了你的很多特质、本质、才华、行动力和跟其他人相处里面的那个自在。在这些他比较弱势的点上面，让他怀疑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然后他有在开始觉得说，像他这样子一个普通人，到底有没有资格跟你并肩运行、并肩走、并驾齐驱？教学相长，往前这样一起成长，往后走。不过圣杯其实在这边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度浪漫的人，绝对浪漫的人，然后又出现了圣杯骑士这么浪漫的牌，在这个受到阻碍的能量的位置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些困惑反而证明了他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是极度真实的，所以推出他非常想要告诉你，这也催促了他知道告诉比较重要，大于各种后面的多余期待跟得到。然后所以他现在的整个着重的聚焦的点是在于你的感受，而不是他的感受。他常常会以你的感受、你的反应为主，来去掩盖他自己的那些紧张跟害怕。当然，他也是非常小心的靠近。可是，但这份浪漫转变为敏感的这个转变，其实他现在正在面对的。所以后面逆位的宝剑6的话因为宝剑6本身是一个前进未来可能过渡的这个状况，可是看到逆位的时候，反而就是倒退好像这个水流不往前了，往后了所以它代表什么？它代表说，他突然在回忆过往的某些不安的情绪跟创伤的感觉啦。他回想到他自己曾经也在一个表白的门口，然后却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回想到他曾经接近到爱情，可是又被忽视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现在正在对抗一个，就是说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丢到海底那个石头他原本已经淡忘了，已经不太记得了，可他现在却清晰的记得他丢了哪些石头下去。所以他现在正在跟圣杯骑士的这个状况在对抗，因为圣杯骑士告诉他说不一样，不一样，每一次的感情，每一次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足以放在一起对抗。所以可惜了，宝剑6不是正位因为他逆位了带来了这个拉扯你知道他这一个不够好里面加了什么？他反而开始觉得自己不够有趣然后所以他会变成一种反动的状况，是他想要更加的理解你，所以他常看你的发文，他会巨细靡遗的看你照片上面的文字，他想知道你在烦恼什么，在快乐什么他太放大了很多很多东西，主要是这个圣杯5逆位的一个状况因为他本来圣杯5就是一个很难抉择，一种自我的看顾、自我的确定的一个正面、负面、正面、负面、正面、负面的一个对抗。可是他逆位了，就变成是他在那一个自我否定的能量被加强了，所以他现在藏在这个状况那可是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
这个牌位所散发出来的是在一个这所有正负牌里面负能量跟暗能量最强的位置，所以我们都会加强了所有它内在的声音。但是它到底有没有这么强，还是它到底有没有已经转换了呢？这个我们后面就会有所解答了哈。所以我们这边只先得到这个讯息，不一定要把它定义到它现在就这个状况无法往前。好，可是这里就只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核心啦，就他只是不想搞砸，他不想搞砸，然后他也比以前更加认真对待这一次，就这样。其实我们要讲的就这样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了这整组牌的一个最核心，代表一种高级的和谐、最高级的和谐跟高级的美好的一个状况，都出现宝剑3，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要进入了一个最核心的状况哈。我们现在宝剑3，它旁边那个宝剑6啊，逆位金币1、逆位金币骑士，那个我等一下再看。宝剑3出现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是它正在疗愈中。所以它跟我们之前面讲的那个阻碍的状况没有，它已经进入到下一阶了。它正在消化吸收了，它在回忆那个被丢到海底的石头的画面，越来越淡，越来越雾，越来越模糊，因为它正在疗愈中。它把以前的那些东西都已经定义在曾经过往，我已经拒绝了，而不是我被拒绝了。他把那些都当做一个过渡品，他把那些没有珍惜他的人，现在已经定义为他不需要再去珍惜的状况跟珍惜的那些人的状况，他现在是往这个方向走哈。那这张牌的出现在这里，让他明白，原来现在的他并不会轻易的爱上任何人。如果有人给我这个感觉，表示我的认真会被看到，所以他愿意再往新的方向再走下去一次。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是坚定核心的，所以这个宝剑3的状况要看它在什么位置哈。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已经呈现了这个，我觉得处在一个非常高度正能量的一个转换期。然后接下来宝剑6就出来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想要的那个宝剑6出来了，它已经愿意跟已经有所行动的，从过去的包袱里面离开了，带来了新的旅程而且这里代表了什么？他已经用了全新的勇气，让他的身体行动到新的阶段了。他已经离开了之前的那些迟疑，有没有？这里说了，所以刚刚我们前面的说的那些迟疑跟挣扎怎么样了？他已经离开那个暗口了，所以他也非常明白了一个行动：如果一份新的恋情、一份爱情要走近，那必须要有人先开口。那他就是那一个想要捍卫的那一个人，然后他是要给予礼物的那个人。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牌这里面又要回到看到这一个核心，最和谐的核心，因为我们才会看到它的契机跟光芒点在哪里。逆位金币1的话，可以说是一点点小小的扫兴，但也没有那么很强啦。这里只是代表说，他对于自己的满足跟这个初步状态，他还没有到非常满意而已。那他这个不满意，代表了很多状况，有可能是现在的生活啊，现在的生活的稳定，还有现在的他的情绪而已啦。只是进入了一个还未完成的状态，不代表说不完成所以只是还没准备好，他不是在心里的挣扎。踌躇不前，没有，他只是在往前一步一步在更准备好。你就想说，他很像是要去旅行一个月，跟旅行的1个礼拜所要整理的行李的状态不一样，所以他可能是要进更长的1个月、3个月的。他所以正在准备好那个行李，因为复杂度有点变高了就这样。好。其实这2个牌阵的，因为我会把这2个牌阵的位置放在一起讲的时候，因为它的对抗性很强然后它会有一些消弭抵消，我们要看到它整个最后的结论。那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它已经从观察已经到进入一种很明确的走靠近你了。对于那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缺点、小小的抵抗，它其实已经找到了方法，跟找到更强的坚韧跟自信。已经排除跟能够排除的状况已经往前走了，所以它的靠近已经开始了。从这里看得出来是已经开始了然后这份靠近呢，在牌面上被定义成说，它并不会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非常突发性的语言，告诉你说我就是要跟你在这，不会到这个状况。它是会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的让你发现他其实是在意你的，然后你会慢慢的会回头看到他，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其实他已经偷偷把这些在意都放到跟你相处的细节里了。他其实节奏是慢的好，那
到了这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视角往更宇宙的方向、更大的方向来看一下这整个状况。然后这里我们翻开了宝剑国王然后有圣杯侍者啊、逆位的宝剑9那还有一些神谕卡。我在这里看到宝剑国王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有看到了他的冷静然后也看到了他如何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他现在所要做的事情，看到跟你的表达他已经从试图把自己的情感理清楚到已经理清楚的状态了。然后这理清楚之后呢，他明白知道什么样才叫做有资格跟你表白的人，他已经比较明确，他已经不再是沉溺在自己的情绪里。所以我们之前前面讲了那么多困扰，可是要以现在这个位置来看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沉溺在那些情绪里的人了。他非常明白，如果他要靠近你的话，不能只依赖着心里的那一个强烈的心动，而是要有责任感的行动。所有的动作都是要有责任感的行动，这样。然后这边出现圣杯侍者的时候，也是我非常开心的看到一张牌这边代表了他现在心底有一股未说出的对你的爱的表达的话是准备好的，然后是非常细腻的、非常浪漫的，非常符合前面说他非常浪漫的一个状况就像是一份情书写好了还没送出，找不到那个最好的时刻。就像他已经早就知道要买什么小东西，你能够让你开心，或者小蛋糕或什么，只是还没有到达能够拿到你面前的时刻，这样。然后他已经模拟了非常多跟你对话愉快的状况，可是都还没有跟你好好的坐在一起聊天，这样。那一样这一题的逻辑都一样。还没有行动前都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害怕自己做得太莽撞，会打乱你的节奏，都是这样子。所以一切的阻碍很多都是从这个基础来的。所以他最后改成说，与其用这些难以摸索的言语来，不如用一些细腻的一步一步的行动慢慢靠近你，把这份礼物拆解成各种一小片的东西，慢慢的交付在你那边，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你已经收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在意跟表达在里面，然后等到最好的时机的时候，再把这个完整拿到你面前，这样对他来讲，送出这份礼物是更好的。然后逆位的宝剑9，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正向的位置，因为主要这一个牌阵的位置我是把它设定在绝对正能量，所以我们要排除所有的负能量来去解答这里的事情。所以即便是逆位的宝剑9这里也代表了他已经走出了那一个之前过往所带给他的长期的压力跟焦虑感，这里都已经排除掉了。那这份压力跟焦虑也代表了他之前常年累积的一种自我怀疑啦。所以你的出现对他来讲，他发现了有一种审视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有左边、右边，右边就是绝对正能量，左边就是还在拘泥于过往。他找到了这个边界，你的出现之后找到了一个边界，你成为他的一个推动力了所以他现在后脚还正在离开所谓的旧时代、旧感受的一个阶段，但是已经进入到尾声了然后那个低潮，他已经渐渐的把那个脚抽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看到神谕卡给的一个重新审视跟关闭的状态他在他内心已经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提示说，你必须在前脚完全踩稳之前，后脚就要完全结束那些旧篇章的内容所以他现在非常明确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他非常明确他要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自己，至少是他自己认可上高度的理智位置，明白的是一个全新的自己好这部分都讲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还是要回到两个灵魂结合的状况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两张炼基术的牌里面提到了一个你们的之间的对比性是必须存在的一个特色，还有你们两个人的灵魂其实曾经经历了一些过渡跟完成的一个状态这里提示的关键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要仔细看一下其实这里说啦，
基本上你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人，这里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你们有很多的我们之前所讲的来自不同的文化、宗教啊、背景啊、家庭啊、个性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人。可是因为你们的截然不同，所以会被一种对比性，比如说一个内向，一个直率，然后一个温吞，一个爱冒险，一个很前卫，一个很保守，这个部分产生了你们无法忽视彼此存在的一个吸引力，这是你们慢慢靠近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一个状况。然后这里的过渡跟完成就表示说，这两个灵魂会在慢慢接近的时候，会从比较极端的两个端点，慢慢的靠到中心和谐的位置，产生了那个完整的状况。所以从这里，灵魂的角度是看到说，如果他的表白之后，你们有试着相处之后，你们就会发现这些点了。也许他在跟你表白之前，他就有感受到跟直觉到这些点，只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这一个点的吸引力有在一直推着他靠近，推着他去知道，说出来更重要。好，那后面的这个灵魂所讲的这个东西，都是后面才会知道的。好，只是我们这边在这里有可能先破题了一下，没关系，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题是比较后面的。然后时间的提示语这边，我这边看到的设定是40天，他给的是40天啦。但是其实我在想这40天的时候，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所以我其实在翻其他的东西再来仔细看了一下，我发现他这边说这40天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你们两个会一起共同参与的活动啊，或是会有一些共同的对话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你们比较短时间零星的单独见面跟单独对话的状况这样。总之啦，可能40天到一季之间，可能40天之后才会展开，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讲40天这个状况，他就会说，在这段时间他会找到一个很棒的方法，可能会展现出一个初次的明显的诚意，可是那可能不一定是表白，可是是他的心意的某一个初步的表达，可是那个表达会比较接近于他的人的存在，跟让你明白他的内心的真人的那一个诚意的一个方式会出来，没有非常明确的方式，可是就是你会感受到这个人的很不错的一个存在感。好，那回到动物灵上的话，两张牌，出现了快乐与保护嘛，然后后面还衍生出一些星星牌跟恶魔牌的一个状况啦。总结来说，这两张牌在说他已经进入了，他想要保护着你们两个可能的未来的这个心理状态，没有也没关系，但是他可能已经看到了，如果有，在未来里他会处在一个更多的保护，因为其实这里有一个遥望的未来的讯息，是在未来的快乐里，他有看到了那个未来的快乐里，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他的想象、跟相处、跟观察人、跟能量的概念里，他知道说，如果你们两个能够试着走在一起的时候，后面的快乐丢在后面，他能够给予，而且他是有把握的，因为他已经进入那个保护状态，这是一个两层的，有那个东西才有那个保护状态，所以他已经看到了那个东西，所以才进入那个保护状态，你知道吗？然后在一起的那个安心感随之而来。好，这是后面的，所以从动物灵跟整个从灵魂结合的炼金牌这里这一条，都似乎在提示，在能量上已经看到了你们两个相处的一个好的未来感，都已经有所出现了。那数字牌讲的是某种即将出现的表达，好，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启程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比较有诚意的一些表达，可能不是可能不是表白，但是会有一种靠近的表达，你应该会感受得到。好，那接下来我来看一下，在牌面上，我再仔细看一下牌面上有没有去形容你们两个人的状态，比如说是工作上的啊，或是朋友上的这样子，其实今天这组牌没有特别提到那么明确，不像其他牌有提到一些可能类似工作上的互动的这个牌那仔细看一下，因为这边新币3分的保险3000，我只能说在
金币三跟圣杯骑士的这个结合里面，有偷偷在某些朋友的聚会或什么的时候，你们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对话过。然后在宝剑三跟宝剑六的位置里面的时候，只有讲到他其实很容易就在你附近，可是他一直跟你保持着距离。因为如果没有那么高频率的在附近，他就不需要保持这个距离，所以我并不会这么直接把它放到说是工作的场合，所以我们才会时常靠近啊。也许只是朋友的聚会，他其实之前还是怎么推销，还蛮常出现的，因为他没有我觉得我想要的那个土能量去定义所谓的工作环境的那一种东西。我只能说这边只能看到那个距离。那然后这边宝剑国王、圣杯侍者、宝剑九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奇妙的瞬间，在讲说，你们可能有在某些聚会或什么时候，然后可能一起去搭车，你们曾经有2个人一起走去哪里，很短的时间里面，然后你们有蛮不错的对话，只有在你们2个之间有的一个对话方式，有曾经出现，可是已经快触碰到他可能要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在意的这个阶段，前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停下来了，曾经有这个状况哈。因为在这几张牌显示的某种场景是非常安静的，非常独自2人的能量的，没有太多的杂能量，有这个状况那小可惜没有那么多的讯息告诉我说是工作还是朋友间就这样好，但是它确实是你日常里面不难遇到的人不难遇到的人，你可以思考一下。好，那就这样，这是3号牌的朋友我尽可能的给你们很多讯息那我现在因为我之前就是直接翻，然后让你们跟你们一起比较临场的即时翻可是那个时候我是会比较直觉的抓上我现在所有的讯息这样。那我现在改一个方式因为我想要给你们更明确的、更有条理的一个整合，所以我大概都翻完了，我会在那边深思熟虑的把它看清楚之后，然后我再一步一步的再告诉你们让你们比较有方向感，让你们比较听下去会比较连贯希望你们可以慢慢习惯这个方式然后因为很长，所以很谢谢你听到最后那谢谢你来听，真心祝福你哦。